很多朋友在问这辆方程豹5怎么样，今天就给大家来聊一下。在这辆车上我是绝对有话语权的。从河南商丘开它去了西藏阿里，然后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出境，一个人一辆车自驾环球旅行去了15个国家。这辆车是我自己掏钱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1万多公里，现在行驶了6万多公里。我和方程豹的品牌方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联系，也没有任何合作。所以今天所说的所有话都是作为一个车主的真实感受。太多朋友在问我开这辆车子在路上出过什么问题没有，想入手这辆车让我给点建议。今天刚好我给车子装了行李架还有行李箱，来聊一下，就从车子的问题开始聊了。刚好准备要去修车，还记了一下要修哪些东西，那就不客气了。想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行李杆儿。很多老车主都知道，这个行李杆它不结实，容易掉。我之前只在这里装了一个侧边杖，并不是很重的那种侧边杖，结果在西藏跑石子路的时候给颠掉了。不过好的是我到四 S 店去修车，他们免费给我装了。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因为我安装好了之后，我问师傅另一侧有没有给我加固打胶，师傅说没有，因为装这个要从里面扒开，非常麻烦，他让我掉了再去修。所以看一下我车上现在又安装了那么多东西在上面，所以这一侧我很担心它还会掉。如果走在比较远的路上掉了，我真的会哭死。而且我了解很多老车主这个都掉过，尤其是在车顶加装了东西很重的。第二个，目前我这辆车的方向盘跑偏，打正了之后它往右跑，目前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出国之前我才做的4轮定位，可能在国外跑了太多的烂路了，又歪了。还有看一下我这个后轮胎，磨损轮胎外侧非常的明显，内侧没有任何的磨损，纹路非常的深，两边都是这样，都是磨损轮胎外侧。看这一个更严重，但是内侧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在想修车的时候要把后面2个轮胎给它调换一下，2个后轮悬挂内八造成这个问题。不知道后面做4轮定位能不能改善这个情况。还有个情况，不知道和磨胎的原因有没有关系，跑120码以上，它方向盘抖，虽然幅度不是很大，但可感受很明显。当然是在国外不限速高速跑的，有必要说明一下，120码以上方向盘抖。还有油耗，很多朋友关心的，别以为它是个混动车它就省油，这是对它最大的误解。跑高速的时候更费油，大概13到15个很正常。平时100码以下开大概9到12个油，一箱油可以加80升，显示可以跑1100多公里。但是心理预期给它打5折，不然没有安全感。油箱盖，这是一路上困扰我最大的问题了。先说明，这是我自己掰坏的。原因是有一次我在加油站，怎么打它都打不开，我在熄火在开火，怎么打都打不开，然后我一着急就给它掰坏了。不是掰坏了，掰开了，掰开之后就合不上了，合不上用胶带粘就可以了，是个小事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它里面有个什么传感器也坏了，就是油加不进去，加得很慢很慢，稍微快一点就跳枪。我自己在加油站都不好意思让加油员帮我加，然后自己加很久，每次都累得胳膊酸。询问了新疆的这边的4S 店，这个油箱盖还没有配件，发货至少要1星期以上。还有我这个后视镜上的侧边3角灯不亮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因为我平时转向变道也不看它，所以没管它。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事情，也是很多朋友问我的，为什么选这辆车？我因为太喜欢了，真的太喜欢了。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就交了3000块钱定金，定的最顶配。不过幸好我没有交余款，3000定金也不退了，因为就在1年之后我又入手了同样的最顶配。有朋友知道这辆车刚出来的时候价格是多少钱啊？现在入手我20万买下来的，第一任车主只开了1万多公里，所以这也是对第一任车主是个悲伤的故事。还有2处需要我现在花老些钱维修的地方，也在纠结我这个前挡风玻璃要不要换。在国外的时候被路上的石子给崩裂了，有雪花撞那么大，在国内不能报保险。第二就是
这里好像有个传感器坏了，具体影响就是数字钥匙不能用，倒车感应坏了。然后因为我自己改装的这个后保险杠，4S店表示只能自己花钱去修。说了那么多不好的，但这辆车在我心中国内越野车里面依然能够排进前3，因为很多问题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一个人开着它走了15个国家，各种烂路，各种泥泞路，复杂的极端天气，它从来没有把我扔在路上。大件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，包括动力、四驱、舒适性，都是我很满意的。正常家用的话，大概率不会遇到我这些情况。最后很希望能和品牌方建立联系啊，能把我这辆车好好修一下。一方面我想把这一路的使用数据遇到的问题更详细的反馈给你们，对产品改进或许会有一点参考价值。另一方面，我接下来有环中国边境线的长途计划，对车子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还有什么更详细的使用细节，或者大家在开这辆车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讨论啊。最后分享一下我一个人给车子安装行李架，这些配件真的给累坏了。回国的第一次洗车，提前几天在国外的时候就买了配件，到新疆刚好收到货，还好有的是力气，可以把这个大行李架弄上车。去掉了行李架的品牌贴纸，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。